在这个 Adrian 频道里面呢，你们很少会看见我试驾法国的车哈。我记得在前几个月前，我试驾过一个208 GTI， 然后再试驾一个3008 SUV 啊，然后好像没有再试驾过狮子的车了。终于今天有这个机会呢，来试驾一辆 Peugeot 208。如果你没有看我之前的影片，我试驾一个红色的208 GTI， 所谓的 GTI 就是性能版呢，1.6 Turbo 手牙的。如果你们还没看的话，可以点击右上角去看。那么这辆是一个普通版的4个门的家用版，它是配搭着1.6公升自然进气引擎，还有4速的自排啊。这个是2015年的，如果你买到2016、17左右吧，那么它就推出了一个小改款，就换上了3缸1.2公升涡轮增压的引擎啊。今天我手上这辆呢，就是一个2015年的 Peugeot 208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爱的人，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，只是 POV。今天我手上有一辆 Peugeot 208，这个视频呢也要非常感谢车主姐姐让我试驾他车，但是他有点害羞了，不要伤心哈。所以我们去看一下他车有什么啦 ，Let's go。现在时间不到8点钟哈，所谓早起的鸟儿被虫吃啊，不是啊，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哈。现在的时间不到8点钟，等一下呢就要上沙哈。Peugeot 好像叫的有一点不习惯哈，在马来西亚人里面呢很喜欢叫 Peugeot 啊。Peugeot 有一个非常头痛的问题，就是你想要改轮圈的话呢是比较难的，因为选择性很少哈。给你们看一下，有一种东西叫 PCD 哈，这个叫 PCD。所谓的 PCD 就是这个洞的 dimension 加上它有几个洞，那么它是很特别啦啊，原装是4×108。如果你要找 rim 的话呢，坦白说选择性不多。那一般上很多 Peugeot 的车主呢都会去 convert， 所谓 convert 就是去把里面的 spacer 给加长出来一点，然后顺便换成别的尺寸啦。所以车主姐姐也是一样，他把它换上了4×100。你会看到跟 myV 跟 Vios 的尺寸是一样的，所以他就换上了这套 Lenso rim。那 Lenso rim 的款式跟我那套是一模一样的哈，205 50R16，这是16寸，配搭着 Toyo Proxus TR1 哈，卡钳也是原装 Singapore， 这里还看到 Brembo 的刹车皮哈，娇小玲珑。那后面这里的话也是205 50R16， 后面这里也是有刹车碟的。这个油盖是跟208 GTI 一模一样，你必须要拿钥匙出来插上去，然后你还可以这样子刮。噔噔噔噔，非常特别吧，对不对？以防万一你添满油之后啊，你忘记把那个盖子关上哈，因为钥匙在这边嘛，你 start 车都要钥匙的嘛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法国人的设计哦，很多东西很特别，你在一般上日本车或者是德国车上面哈是很难去看到的。虽然这辆车没有 keyless entry， 但是它至少有一个 touchpad 在后面，你可以直接打开。后面这里就有311公升的尾箱空间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里会有一罐备用的机油。哦，有 spare tire full size。你会看到这里后面有 Akapovic 的 tip， 所以这辆车已经是 full exhaust system 了。虽然也改不多东西啦，就改一个 Sport Spring iBug， 换了轮圈，换了比较好的轮胎 ，full exhaust system 4-to-1 on off valve switch 啦。我们去 start up 一下。哇，这个门哦，其实你不要看它小小辆车哦，它质感还可以的哦。它其实它的设计内饰哈，跟那个208 GTI 其实也蛮相似。插上钥匙。哦，那声音不错哦。On off off 的 switch 就在这里，我先关闭。OK， 现在我把它打开。哇哦，大声！它不会让你大声到觉得很吵那种啊，不错不错。可以调整上下、前后。那我是调到最后最下面哈，如果我不把它调到最后面的话，有没有方向盘啊会挡着我的这个仪表的视线？所以我觉得这样是最好的，只是说上下车可能比较麻烦，我的脚可能会敲到哈。方向盘也未免太可爱了吧，跟208 GTI 一样小小粒样子啊。当然它的设计没有208 GTI 漂亮，因为208 GTI 怎么说都是比较性能版的，价钱也比较高，所以里面内饰啊那些装饰啊都非常好看，有红黑的配搭，转速在左边，时速在右边，而且它是顺时走的哈，它不是像新款的3008啊什么什么的，它是逆向的啊，那个 RPM 是逆向，我是没有这么喜欢哈。打开灯，远光灯，4速的哈 ，Automatic Transmission Manual Mode 加减 ，OK， 4速都有 Manual Mode 不错。
这里还有2个 button， 这里就有 Sport 还有 Snow Mode。所谓的 Snow Mode 就是让你在雪地的时候啊，它可能会比较快进档哈，就让你不会这么容易打滑。哇，这个 button 还会闪啊，看到吧？可调式的中央扶手，传统手刹。Auto-dim rear view mirror， 不愧就是当年要卖整差不多9万多的车。Semi bucket seat 乌龙的手动式调整。那这里有几个 button 呢？第一点哈，很少看到我们家用车上面会有这个 button 的出现。这个按钮一按下去之后，你会看到那边显示 Child Safety Activated。如果你有载你的孩子的话，防止让他在后面开门，把它打开就可以了。因为一般上的车都是 manual 手动式调整，都是在门里面去做，这辆车是不需要的哈，所以还有这个 button 很方便。这个就是 Parking Sensor Off。Traction Control Off， 头灯调整高低在这儿，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空间。其实这辆车有一个通病，这种材质在马来西亚里面可能晒多了，可能热多了，它就会开始融化哈，所以可能你会有点花纹。但是如果是可以换的话是 OK。4个门都有 Auto Up Down， 但是这个窗是开不完的哈。前面已经调整成我的驾驶座位啊，基本上是没有腿部空间的啦。后面坐3个人是比较辛苦一点啦，你坐2个人是 OK 的哈。没有中央扶手，但是这个椅背可以做倾倒，你可以得到1100多公升的这个空间。麻雀虽小，五脏齐全，所有标准的安全配备都在里面，比如说 6 airbags 啦、ESC 啦、Hill Hold Assist 啦，都有到完哈。不要看小这辆车，虽然二手价现在卖2万多，但是安全配备哈比你买的阿克西亚新车来的更好哦。前面的设计跟208 GTI 一样，它把这个设计呢凹进去，所以我可以把前面的椅子呢拉到比较前面一点，就让后面的乘坐空间会比较大一点呢。这一个开引擎盖的，不要问我为什么。法国车原本是在左驾驶的，搬来右驾驶之后啊，他们已经忘记把它搬过去右边了哈。远光灯打开，雾灯打开，方向灯也打开啊。哇，很安静的一副引擎啊！这是一具1.6公升自然进气引擎啊，拥有着122匹马力，160牛顿米，4250转的时候爆发160牛顿米。在这么小辆车里面哈，拥有160牛顿米，我觉得是非常的够用哈，非常的够用。据说这一副1.6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呢，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啊。那我们去试驾吧，好吧 ，Let's go。姐姐也在车上，今天我们2个人，通常我的 video 都是3个人哈。然后这里有一个锁车的门，打灯。这个是2020年买的是吧？2020年买2万多块，还便宜过你买阿克西亚，配备真的很齐全。所以如果你找到状况美的车，其实2万多块可以去考虑啊，真的。老实讲哦，这个你去玩山路的时候应该会把它打开吧？你不打开的话，好像会挡着你换牙齿。对。OK。一上手的话，你觉得 steering 又小。又可爱又轻，所以我觉得女生驾的话应该都很轻松的车。哇，那个 exhaust， 整个油门踩起来很像日本车这样吗？轻快。现在我是用这 normal mode 的，我还没有去 sport mode。哇，它转向真的是蛮精准，幅度蛮小一下的。虽然它小力，但是它不需要摆太多。哇，它很聪明哎，它下山还会帮你 hold 着牙。这辆车有做过 remap 是吧？对。你 remap 出来是的结果有什么不同呢？这个车？你 manual mode 还有关冷气的话，它的 response 会比较好。我走这85 km/h， 差不多要2500转了，2400了，90就是2500咯，对吧？那这辆车你是在2020年买的嘛？买到现在2年啦，有遇到什么问题吗？因为很多人都说，哇，这个法国车不可以啦，很多问题啦，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？到我买到现在，目前还没有什么问题啦，就普通 service 罢了哦。像你普通换一次黑油啦，大概需要多少liter的黑油？4 liter。spare part 难找嘛？看是什么 spare part， 但是现在208的 spare part 比较容易，因为好像有一些dealer它是有卖的。没有那些榴莲灯啊，所谓的灯上面闪没有啦。那这样车毛利现在才87千罢了哦。一般上你打满啊，需要大概多少liter的油？如果是95的话，差不多80多就满了。80多块，也就是说应该是40liter不到，35这样。它满缸是50liter的这个。哇，
平时我都是还没有到红线我就打。就打。然后可以行驶多远呢？你有去算过吗？一桶油大概都是300多400这样的。如果是中脚的话啦。OK， 我没有讲很刺那种。原装的 absorber 配上 i 绑啊，也不，我不懂它原装有多舒服啦，我觉得已经很舒服了，我这样子。Sport Spring 都已经给到你。它原装是比较舒服这个，因为它这个16寸嘛。对。当初我一换了 i8过后是有感觉到它的音啊。一点点哦，一点点跳哦。OK， 你看啊，我现在行驶着100 km/h， 将近要3000转了哈，你看，2850这样子了哈。所以它 ratio 是蛮短的这样子 ，4 speed。可能它跑 highway， 可能会没有我们的日系车4 speed 那些 Vios 来的省油，可能啊。那也代表什么呢？可能它的这个 dot speed 也去不了这么高。OK， 它的雪地模式哦，按下去有什么分别？它就是给你减压比较快，它就油门好像也没有这样冲哦。没有这样冲。但是在这边是没有用，没有什么用。但是据说这个是一个 eco mode 来的吗？算是，但是它如果好像你停车，它不会给你1度压上走了，它是好像2度压就走，不要给你打滑啊。如果去 sport 的话呢，它会不会跟你降档？现在还不会啦，可能它会知道你要超车还是什么。蛮有东西玩一下的。又多了2个button哦，雪地模式跟 Sport 哦，至少不会没有东西给你玩。还有 Manual mode 玩的多好，那 Manual mode 不知道会不会有那个降档补油呢？哇，它是真的 Manual mode 来的哦，不是 Sequential 来的哦。所谓的 Sequential 就是当你锁在一个压 ，Let's say 你是 M4啊，你再踩深一点的油，它给你自己跳压的，它还显示着4，但是它其实在2。可能是这样子。如果你推过去Manual mode的话，那 S 又不见了的哦。对。但你平常都是打97还是95？平常是95。特地为了拍摄哦，就打98，而且特地从文东回来，给车主一个赞哦，各位。它是 FM 啦，所以会听到比较沙沙的声音，但是 OK 的。它的 speaker 有6粒喇叭。因为我里面够了，本来它的top 是在4200 RPM 爆发。对。过后我里面了，现在它提早了变到差不多3000，它就来 top 了。哇，3000来 top 哦！现在我已经在 top 了哦。对。最高扭力峰值，很多人都讲哦，法国车它的 handling 真的是很好哦。虽然它前面是 McPherson， 后面是 Torsion Beam 嘛，对吧？以我之前开过3008来讲哦，这么大的 SUV， 其实它都很不错了的哦。也是 Torsion Beam， 不要看小它是 Torsion Beam， 但是其实如果设计 OK 的话，它也可以做得很好。那天我驾 Mazda 去 BL 上山的时候，姐姐就是跟在我后面，哇，那个 impress， 我看到它过弯快哦，真的是不开玩笑啊。这个如果它的Manual mode你踩完它会自己帮你减压的 ，maximum 到6000转哦，6000转它会帮你减的。3号、2号、1号1号了，踩完。100了，很轻巧啊！这辆车开起来，我开起来感觉它的重量是多少呢？大概是没有错的话，11公斤左右吧。不过你会 feel 到在 highway 的时候哦，那个 steering 那方向盘给你的感觉是蛮重一下啊，就很有安全感的感觉。
如果它的你换了 adjustable 的话，我觉得会更爽哦，因为它真的是够轻，够灵敏。这个水温啊，90多度是正常啊。正常的。它如果上山啊那些，它会上满那个水温。不会。有放它啊，点一点油，它就放几下罢了，它不会一直叭。这样子有一个非常欧系的功能哦，就是当你的油门踩到底的话，它多了一个 kick down button， 就让你强制降档。这比如说哦，可能你要超车用，你一下把它踩完，它就可以降档了，降到最低最大的power啊。现在开到130多啦，我完全不会怕的哦，隔音不错，那个胎噪啊都隔到，因为你用的是 TR1 嘛，TR1 这本来是应该很吵的，不过我觉得它隔到不错啊。当然140多 km/h 的时候，你听到那个风声从这边来，manual mode 减，这个弯110，body roll 会有一点的，其实这个 body roll 对于我来讲。给这辆车是应该要的。翻卡门。哇，这么早，8点半而已哦，那个马路这样多车，不会吧？我们已经很早了咯 ，bro，7点半就开始建了咯。喂，保安兵，OK 啦，你的保安兵不会很吵那种，让人家反感那种 ，OK 的，会好听一点。哇，2号牙的这个油门反应直接蛮快蛮有力的，那2000转，直接一踩油来的感觉。哦，那个声音，开天窗。你看，哈哈，蛮 solid 的这个后 AT。不要那种松松软软的这种变速箱啊！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好用。如果你是直裂的那种哦，你可能会进错牙，但是它这种有牙齿的哦，我觉得你关着眼睛哦，只要你一习惯，你都知道它在什么档位。OK， 非常感谢姐姐，我们下一个影片part 2再见啦！法国人的设计，法国人的操控，等一下又把它开上山了啊！好了，各位好 ，Part 1的影片就到此结束啦。如果想要看 Part 2的朋友们呢，记得留守我的频道。还没订阅的朋友们呢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一集的 POV 再见啦，拜拜。